今天请大家专程过来，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公司未来的前景。公司目前的情况大家也都有所了解，我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工人的善后。虽然公司断了尾，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困境，所以我想把厂子卖掉，回笼资金，然后全力搞研发。那断尾求生不成，就要孤注一掷喽。只有这样，奥利才能活下去啊！那你能保证卖了厂子之后，把钱完全投入到研发之中，这样就可以让奥利起死回生吗？不能，但是不这样做，奥利只有死路一条。都是死，只是死法不同而已。如果要这样说的话，我会选择背水一战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奥利才有可能柳暗花明。你还想扩大研发？是。这次的危机给了我非常沉痛的教训。打个比方吧，就算我们现在的新产品研发成功了，如果不未雨绸缪的话，奥利仍然会在生死线上挣扎。我的意思啊，把厂子卖了，清算资产，解散奥利。公司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困难，股东之间的经营理念也是南辕北辙，所以我赞同公司解散，大家好聚好散吧。我是工长，你们是？哦，你好，我们是街道办的，我叫蒋楠楠，这是我的同事于真，这两位是经济周刊的记者。我们来找您呢，是想了解一下打人事件的这个真相。科创委不是已经了解过了吗？我们都是代表各自的单位要来了解进行调查，还要耽误您一些时间，多多理解哈。行吧，跟我来。谢谢。都在里面呢。二车间留下7人，同意7人。赵主任，三车间，我们3车间留下工人35人，35人留下，30人同意，30人同意，3人要商量，3人待定。哎，还有2个。没事，骡子，你们继续。请问一下，他们这是在投什么票啊？购买公司的股份。购买股份怎么买啊？我们有一批10年以上的老员工了，公司这一次资金遇到困难，大家就想着集资，帮着公司一起渡过难关。奥利从一个作坊到现在20年，这20年里面，为我们创造了多少财富？这样就解散了，忍心吗？老吴，此奥利并非以往的奥利了。这几天网上的帖子你没有看吗？看了，不是真的。我不管它是不是真的，就得当机立断，即刻止损。搞研发这个事情就是个无底洞，多少钱都填不满。这种事情啊，不是企业该干的事儿。这些年，夏总，他为我们挣了几10倍的收入。现在公司有困难，我们做不到雪中送炭，也不可以釜底抽薪吧？做人要有道德，要有良心嘛。吴总，李孟东是你的好朋友，他退出的时候，你有跟他讲过做人要厚道，要讲良心吗？他们2夫妻离婚后，李孟东顺利的撤出了公司啊。凭什么还让我们待在这条破船上？够了！我觉得你们的讨论已经偏离了议题，我有必要表明一下我的立场和我的态度。第一，夏沫在，奥利在，这件事情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改变。第二，公司有明确的章程，如果有人想退出，可以按照章程去办。第三，我也不太同意吴董的釜底抽薪的说法。
生意场上利益为大，契约为王。虽然它很冰冷，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用温暖去绑架别人。那这个买股份是咱们公司要求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大家自发的。救公司也是救我们自己的，是吧？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我们有很多员工都是从小作坊跟着夏总一步一步干到今天的。在奥利，我们挣到了钱，买了房子，娶妻生子。我们把最好的年龄和时间也都给了奥利。彭城是个年轻人的城市，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中年，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了。在这20多年，你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了。奥利要是垮了，家就没了；家没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据了解啊，因为资金困难，发不出足额的工资，夏总呢想拿出一些股份，送给这些留在工厂的工人当补偿。是的，但是呢，公司顺风顺水的时候，从来没亏待过我们。公司现在遇到困难了，我们白拿股份，太不厚道了吧？那这是您个人的想法，还是说大家都这么想？啊，不是所有人的想法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统计，有的人在犹豫，还有反对的，但是我相信，绝大部分都是支持的。您认为夏总会接受吗？应该不会。那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意义呢？还是有意义的，我们会说服夏总的。怎么说服？公司是夏总的，也是我们这些老员工的。公司没了，他还有饭吃，但我们没有，他不会不管的。可是你们把鸡蛋都放到奥利这一个篮子里，如果篮子破了怎么办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所以不能把鸡和蛋的压力都给夏总一个人，只有减轻篮子里的重量，篮子才不会破。喏，哦，感谢啊，又一次那么维护我。你为什么会同意他们退股？道不同不相为谋喽。那厂子卖了以后，研发成功，在哪里生产？我们的新产品将以科技含量取胜，以前的老厂房和生产线肯定也都不适用。我准备拿卖厂子的钱，一部分投入到研发，另外一部分在彭城周边再建个厂房。哦，那他们退股的事跟我去谈啊。感谢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《经济周刊》的记者林泉。你好。这位呢是咱们蓬海街道办的蒋楠楠啊，他就是胡江河。好吧，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开始问了。你们想问什么呀？首先呢，我对您的遭遇表示同情，对打人者表示愤慨。别弄虚的，我知道你们来是替奥利说话的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对打人者表示愤慨，已经表明了我的立场。公司当时欠你们多少薪酬啊？2个月，每个月只开一半的钱。那公司有没有告知原因，说怎么解决呢？说是给解决，但没说具体时间。那之前有没有出现过拖欠工资这种情况呢？没有，但是不公平。怎么个不公平？干一样的活，他们多挣1倍的钱。他们是谁啊？他们自己人。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？就是跟他们很多年那些老工人。您来彭城之前在什么地方工作啊？北方一个国企，有1万多人的厂。那您为什么放弃国企的工作，背井离乡来彭城啊？厂子效益不好，买断工龄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工龄越长，补偿越多，对吗？那企业是国家的，怎么补偿？国家说的算。据我了解啊，在你们这个拉闸讨薪之前，就已经知道公司正在解决这个欠薪的问题了。那么为什么不能再多给公司一些时间呢？公司要裁员，我们这些外人一定会被裁掉的。
我们得争取我们自己的利益。如果我不闹，被裁掉这些工人得不到满意的补偿。对国企，你可以做出牺牲，但是对民营企业，你要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，可以这么理解吗？我们对资本家不能软弱。最近网上有一篇帖子啊，写的是关于奥利公司的，影响还挺大的。现在网上有很多人都在人肉奥利的老板，你知道这个帖子？这帖子和我没关系。那么我相信你肯定看过的，对吧？你能跟我说说你对于这个帖子的看法吗？替我们弱势群体说话。我可以走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想问你几个问题。夏总，我本人对你们公司的新产品还是很有信心的，所以啊，一直在跟您联络，期待与大正合作。可是，我们公司啊，还要对奥利和前景再进行一下评估。合同都已经对过好几轮了，这不是个理由啊！可是这篇报道它的负面影响太大了，在这种舆情之下，我们很难再合作了。捕风捉影的，就为了赚点点击率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它的杀伤力啊，实在是太大了。我真没想到，一个假新闻对一个真企业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。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夏总，哎，蒋科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那篇负面帖子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。哦，我们今天是来……是这样，我一会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商务谈判，今天确实没时间陪你们了。哎，夏总，就耽误你1分钟时间哈。这件事情非常的恶劣，我们建议你们啊，起诉写这篇帖子的造谣者，咱不能让他这样的恶劣行为毫无成本的发生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确实分身乏术，不可能再把精力和时间放到这些小人身上。我今天确实时间特别赶，不陪你们了，改天咱们再聊，好吧？啊。这篇调查报告客观吗？很客观的，被打的工人答应会澄清真相。那我上区里汇报。主任，那造谣帖子怎么办？奥利现在什么态度？我觉得那个夏沫已经没有精力顾及这些了。主任，奥利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企业，夏沫是一位有良心的企业家。现在奥利没有时间顾及这些，可是我们企服办不能没有态度啊。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，给奥利以最大的帮助。这个调查报告就是我们的态度。那造谣者怎么办啊？难道说造谣不用付任何成本啊？我们是服务机构，不是执法部门。就算是执法部门，也需要有人申请法律保护啊。哦，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有人诽谤侮辱啊，伤害守法企业，我们就只能为他们无力的喊冤吗？你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奥利没有态度，就是他们的态度。他们是在用沉默来保护自己。人们普遍的心理，工人和企业发生矛盾，工人永远是弱势群体。那篇帖子高举着抱打不平的大旗，即使有些偏颇，也会被社会所原谅。所以现在对奥利来说，保持沉默，不被社会聚焦，才是真正的保护他们。是，但就具体到这件事上，是企业在生死线挣扎。如果负面舆论铺天盖地，企业产业转型这样更加举步维艰啊！我觉得那个夏沫才是弱势群体啊！我也这么认为。就发表那篇帖子的人实在是太卑鄙了，他在利用舆论赚取流量。这个问题很尖锐，你们一定要慎重。哇，太厉害了，老总！胡总，你先出去啊。好的。啊，练着呢。练着呢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会议取消了吗？啊，我来这儿找你也就是碰碰运气。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当面聊聊的，就是打扰你健身了。嗨，
你不是也是这儿的会员吗？好久没到这儿健身了啊！时间宝贵，咱们开门见山吧。好啊。我呢，可以接盘奥利股份啊，但是啊，我不接受报价。胡总，奥利现在的情况你也都了解，跟之前相比，现在的价格已经算抄底了。远远不是啊。那你想多少啊？报价的20%。不是，胡总，你是在开玩笑呢吗？咱们还是朋友吗？我们当然是朋友，但是啊，我认真的啊。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运动量啊，完全不够，而且这种瑜伽也不适合你，你应该去练练举重。你是自在神仙吗？有事吗？是你发帖写奥利工人讨薪事件的。怎么？我们想和你聊聊。聊什么？这篇帖子的真实性啊。你们是谁呀？我们是这篇帖子的读者，他叫蒋楠楠，我叫于真。那这个帖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篇帖子与事实不符，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。对不起，我要做生意，我没时间跟没心情和你们闲聊。哎，那你造谣诽谤别人就有时间和精力了？你们要买东西吗？没有的话，请你们离开，不要影响我做生意。老板，我买移动硬盘。哎，老板，质量有保证吗？这个是大厂生产正规货，保证质量啊。哎，老板，你这说话不算数啊！我从你这儿买的移动硬盘，你说过质量有保障，是大厂货，我这用了不到10分钟就系统崩溃，资料全部丢失，你这凭什么不给我退换啊？你们来干嘛啊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你也尝尝被人恶意诽谤的后果。你们跟奥利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是蓬海街道办祈福办董，奥利属于我们服务的企业。难怪，官商相护。你不怕我再发一个帖把你们曝光吗？这上面呢有我们单位的地址、电话，还有我的姓名。你可以去投诉，也可以曝光。那篇帖子，你的信息源自哪里？网上。你有具体调查过双方当事人吗？我问过被打方啊。那你凭什么相信他说的就是实话呢？打人解都给法律制裁了吗？难道不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但这是两回事情。我们已经做了很周全的调查，打人事件，它就是两波有冲突的工人之间闹事，和奥利的老板没有关系。连被打的工人自己都承认，老板雇人打他是他一时气愤，主观臆断而已。那这是他造谣，不是我造谣啊！你把道听途说的信息不加甄别，添油加醋的写出来放到网上，你知道你这样做给一位有良心、守法律的企业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困扰和伤害吗？你究竟为什么这样做？难道就为了区点击率吗？良心企业家，基本家就没有良心，只有钱。你啊，给他们加干加值啊，你就变成人家的包袱了。我刚毕业啊，就来到庞城这里上班，这里打工，给老板忽悠到爱床瑜伽，吃在床里，住在床里，睁开眼睛就是干活，闭上眼睛就是睡觉。有一天，我工伤了，取了我一条腿，结果呢，我就成为了他们的包袱。他们赔偿我3瓜2枣，就抛弃我了。我就为自己去呐喊，
我就从受害者喊成讹诈者，那谁为我去发声啊？所以你被这样对待过，产生怨恨。你们呢？给不公平的对待不有怨恨吗？那你就是说，所有企业家都是黑心的，进行了无差别攻击？有差别啊！天下乌鸦一个比一个黑。奥利公司老板在企业生死关头，在迫不得已关厂的情况下，还在千方百计保证那些工人的利益。他甚至拿出股份送给那些追随他的老员工。这个老板为了企业不受制于国外，自己砸锅卖铁研究产品。如果他的新产品研发成功，能解决多少就业问题，能带动多少下游产业，能为国家缴纳多少税收，你能想象吗？而就你这样一篇毫无成本的帖子，他现在的处境雪上加霜，企业很难挺过这一关了。危言耸听，大树倒了，这关蚂蚁啃了吗？你们抬举我，同志，网络时代，没有人人微言轻，更不要说什么危言耸听。你去奥利公司了解一下，那些留下来的工人已经自发的集资救厂了。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痛恨不公，我们理解支持。但如果你利用虚假的信息，用不公平的帖子制造不公平，这不是传播正义，这是在传播戾气，更没有一点正向的能量。就不要跟我提什么英雄好汉。奥利这样的公司不得到保护，那剩下的都是那些对你不公的公司。不要哭哦。回来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终于谈完了，怎么样？讨价还价，终于有一个合适的价钱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找到人接盘了吗？再给我几天时间吧。要快点，他们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。夏总，厂长来电话了，说李工长带着老工人们关闭了工厂的大门，还把厂长和来看工厂的人都赶了出去。实在抱歉，你们稍等一会儿，夏总马上就到。啊，李工长，你到底开不开门？要是出了问题，一切后果你负啊！吴厂长，哟，怎么回事？夏总，工人们知道要卖厂了，都不干了。夏总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韩总，可能沟通上有点问题，我先安抚一下大家，改天我再带各位再看一次，好吧？那好吧，就算我们都白来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李工长，带着大家伙儿去你车间，有什么话，咱们坐下来聊，好吧？夏总，这是员工投票的结果，一共有112人签了字，没人愿意拿出10万块钱，一共是1120万，联合购买公司的股份。这些钱都是我们从奥利挣的。公司现在有困难了，我们愿意拿出一部分来回馈给奥利。工厂是我们的饭碗，更是我们的希望。工厂没了，希望就没了。所以，不能卖厂。